近些年西班牙足球人才大爆发都不是井喷了，那是火山爆发。在别人还抓着快退役的老将使劲往下拽羊毛的时候，西班牙的天才球员超过21岁就感觉自己老了。毕竟像亚马尔这样16、17岁的小孩哥已经篡位夺权，有这种现象，西班牙的青训自然要上大分。那西班牙青训究竟什么样，又是怎样到这一步的？我是足球青训区老新人足球司机涵，本期视频我们化接上2期，聊聊西班牙青训。之前我们聊过，西班牙足球有着大量的民族情绪和地区意识在里面，要利用足球证明自己，战胜别人，宣传自己的理念，搞着搞着就变成了军备竞赛。那培养后备人才就是其中重要一环，你重视我也重视，这不就卷起来了？卷到现在，在西班牙17个自治大区卷出来超过11000家俱乐部，卷出来106万注册球员。西班牙总人口是4700万，注册人口占总人口的 2.25%， 咱们这里要按照这个比例，注册球员应该是3080万，但足协自己曾公布的注册球员是8000人。由此可见，西班牙的足球普及已经高到了我们看来离谱的地步了，但人家还没有收手的样子。西班牙足协虽然很抽象，但有几个措施让人印象很深。第一，公办大量的社区小俱乐部，就相当于咱们街道办文体室这种，政府提供场地和基础设施，标配是一个10人大场，一个8人制小场。为了吸引更多观众，竟然还要求酒吧和更衣室、医务室一样作为标配啊！果然有情调。每个俱乐部不仅有教练，还要求一个级别至少1个教练。不过这些教练也不是专职的，一个月也不过150到250欧元的工资，一半以上也没有什么教练证，多凭着兴趣热爱，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成就感，倒也乐在其中。其实西班牙足协每年都开办大量的教练和裁判培训班，但并不强制要求这些基础教练有教练证。西班牙人的随性感。第二，这些俱乐部收费低廉，由于这些俱乐部是公办性质，球场设施政府出，人员工资是兼职水准，运营成本就很低。孩子想来俱乐部注册接受训练比赛的费用就很低，大概一年150到200欧。这个虽然比法国普遍的60到100欧的费用高一些，但也很划算了，合到人民币不过1500元上下。足球司机涵在一个省会城市，孩子参加最低年龄段的足球兴趣班，一节课也在90上下，一个星期即使去1天，一年的学费也要在4500元左右。而西班牙这些在俱乐部注册的孩子，教的虽然不多，但包含的还很多啊！全年的训练、比赛、踢球的装备，以及去外地比赛的巴士费用都包括了在内。这里强调一点啊，这个150到200欧的费用，并不是全西班牙完全统一的。不同地区经济不同，设施不同，水平不同，价格会有差异。譬如更为富有的巴塞罗那地区，这个费用可能就要到300欧。第三，完整的比赛体系。这种俱乐部虽然已经是社区级别的，但一般从U8到U18到成年队、中老年队都有。巴塞罗那地区一家业余俱乐部就有各个年龄段、各个层级的41支球队。虽然不能说下到刚会走，上到99都有球踢，但从5、6岁踢到6、70还是能实现的。而这样的俱乐部，全西班牙有1万多个。这样，即使在一个范围不算太大的区域里，各个年龄段都能组织起来赛程很密集的联赛。根据马德里大区足协的一项统计数据，以马德里市中心为圆心，半径大约为1个小时车程范围内，参加各级别青少年联赛的俱乐部足球队共计就达4000多支。这样的普及，这样的规模，让万里之外的我们都酸成了陈醋。毕竟足球是个超高淘汰率的项目，没有超高的基数，想挂住彩票的概率实在太低，持续挂住彩票就更是天方夜谭了。所以怎么保证这一条路上被足球淘汰的人不被社会淘汰很重要。按照 FIFA 公布的数据看，西班牙虽然是世界上职业球员第2多的国家，但其从注册球员到职业球员的转化率也仅仅是8%，99.2%的人都无法靠踢球为生的。所以俱乐部的小球员都是利用学业之外的时间进行培训。不得不说的是，西班牙的孩子业余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，一般从上午8点半上课到下午2点半放学，随后就基本放羊了。而俱乐部的训练一般都安排在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半之间，每周2天，每天1.5个小时到2小时，比赛全集中在周末，基本上不会影响到学习，甚至精力比较充足的孩子还能去参加其他的运动和兴趣班。不仅一般业余俱乐部是这样，像作为精英中精英的职业俱乐部青训营也这样，拉玛西亚也是如此。文化学习到下午2点或2点半，回来吃饭，稍微休息一会儿去图书馆，有人监督他们学习，完成作业，直到下午6点，然后出去训练，避免过早训练没精力做作业。
文化教育是首要的任务，一定要有一个 B 计划。没走上足球之路，还要有其他路可走。为此，拉玛西亚的课程除了语文、历史、数理化、思想品德和自然，还有声乐、绘画、表演、演讲等课程，还有参加志愿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实践。没完成作业和考试不及格也要受罚，暂停一定期限的训练，取消去观看巴萨一队比赛的资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2010到2011赛季参加西乙的巴萨 B 队历史性的出现了11名主力队员全部是高等院校在读学生的奇迹。不光是文化没落下，还有更多选择，几乎全民的普及带来了庞大的足球市场。一个业余俱乐部甚至可以高到41支球队，教练和管理人员都有巨大的需求。一个长大的孩子如果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思考表达能力，可能会被俱乐部委派去当比如8岁梯队的主帅，就是大孩子带小孩子。有人说足球不是卷出来的吗？看他们这样也不算卷的，不就是和报个兴趣班差不多？这里先要澄清一个误区，卷并不是比谁能坚持不睡觉，谁每天练吐的次数多，那是自我感动。真正的卷是效率的比拼。西班牙青训在巴萨、皇马这样的超级俱乐部带领下，已经走到了科学化、专业化、效率化的前端。像拉玛西亚的理念就是着眼于球员的长线发展，培养对足球的乐趣，保证持久的注意力和积极性，尊重科学，循序渐进，不过早强调胜负。理念统一，让球员能在一个方向精益求精。拉玛西亚认为小球员们在训练、竞赛时体会到足球带给他们的快乐，有利于小球员开发自身的足球想象力、创造力，以及形成独特的技术风格。也只有浓厚的兴趣，才愿意为足球事业奋斗终生，在赛场上克服种种困难，不屈不挠，赢得辉煌。比如最开始的2个年龄阶段，是要发现哪些孩子对足球有超乎寻常的兴趣，引导他们保持和提高这个兴趣。不会要求小球员在某个体能项目测试中达到什么成绩，或在哪个年龄身高要达到一定标准，因为孩子的身体发育有早晚，足球应该促进和帮助这种成长。在拉玛西亚，越是年龄较小的梯队，授课形式越是丰富多样，多以一个个体验式的足球游戏串联而成。而根据多年的实践和研究，拉玛西亚发现6到9岁是发展一般协调能力的最有利年龄，9到14岁是发展专门技术的最有利时期。在14岁以下，拉玛西亚就从不安排专门的体能和身体训练，教练最关心的也不是小球员能跑多快，身材有多高大，而是更注重考察球员如何处理球，是否有预见比赛发展的能力，是否会主动策划运动。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家庭背景对孩子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，反之亦然。简而言之，智商、球商、情商3高才是真正的苗子。拉玛西亚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，是风格的高度统一。U19以下青训梯队共有6个大级别，13个小级别。早在1989年克鲁伊夫主持成立的伊始，就树立了以控球传球为训练重点的技术传统。克鲁伊夫当时就认为，足球是场上无数三角传递组成的，如果你能传好球、接好球而不失误，你就符合克鲁伊夫的基本要求了。从那时起，一线队到各级青少年梯队的训练，灌输的都是以技术为本的攻势足球理念。他们认为，任何位置都需要具备中场球员的品质。所以若干年来，巴萨各个位置的球员都有精湛和细腻的脚下技术和控球本领，甚至达到了一个极端。任何一件事做到极端就是一门艺术。梅西、哈维、伊涅斯塔身高没有一个超过1.7米的，却在欧洲肌肉壮汉中创造了一个王朝。但足球是高对抗性项目，光训练不行，脚踢南山幼儿园，拳打北海敬老院也说明不了什么，得级别越来越高的比赛一点一点磨。那一个队首发就11个人，让谁上场让谁不上场就是一项权利，影响到球员职业发展的权利。教练也会掐球员脖子吗？让你妈妈来找我聊聊吗？这些年拉玛西亚实施了20原则和40%规定。20原则是指每个梯队的球员不少于19名，而不多于21名，每个位置都充分保持竞争，但不过分。40%规定是指在青年队2年级之前的所有比赛，每一个队员整个赛季的出场时间都不能少于赛季全部出场分钟数的40%，保证每一个小球员均衡的上场锻炼机会。有人说，那球队成绩怎么办不好意思，U18之下，成绩从来不被列为重点考虑内容。依托于足够的社会普及，再凭借科学化的方式，用10几年的时间培养、筛选、淘汰。近些年，西班牙在哈维、伊涅斯塔等人之后，又涌现出来许多天才，譬如加维、法蒂、佩德里、费尔明、奥尔莫、威廉斯、亚马尔等等等等。让人羡慕的哈拉兹都要留一个太平洋。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在巴萨青年队跟皇马青年队较量时，输球的往往是巴萨，但是西班牙的少年天才拉玛西亚青训出来的却更多。
这又涉及到一个成年队使用新人的问题。相对于皇马全世界强家，这些年经济状况不怎么良好的巴萨，更多从青训体系提拔年轻球员，给你舞台去折腾出花吧。而拉玛西亚的效率也让很多人等待的就是一个机会，很好的为西班牙打了一个样，这也解决了西班牙青训体系最后1公里的问题。未来几年，或许西班牙又要统治足球一段时间了。我是足球司机涵，这是全景观察西班牙足球的第3期，看一下别人的普及和青训究竟什么样子。下一期将重点聊一下西班牙国家队的风格演化和背后的故事。点赞越多，更新越快，敬请期待。